搞笑天花板诞生，于龙与杨咩咩的喜剧逆袭之路，意想不到的爆红瞬间。2025年春天的一个午后，社交平台上一张灾难性的合影瞬间引爆了网络，一男一女面目狼狈，造型凌乱，于龙的头发像刚被雷劈过一样翘起一撮撮，杨咩咩的脸上则布满了不明的黑色污渍，眼神惊恐，动作僵硬，没有滤镜，没有美颜，只有最真实的狼狈。但出人意料的是，这张事故照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被疯狂转发评论，网友们笑疯了，这不是灾难片，是我生活的真实写照，笑到在公司差点被开除。他们才是搞笑界的顶流，喜剧界的天花板，就这样在一夜之间被这对看似平凡的情侣组合推上了巅峰，从素人到全民搞笑偶像。然而，这样的辉煌并非一蹴而就。几年前，于龙只是一个在剧组跑龙套的灵演，靠微薄的片酬维持生活。而杨咩咩则是一名自由摄影师兼配音爱好者，做着琐碎却热爱的创作，经济拮据但精神充实。他们的相识是在一个独立短片项目中。那天天降大雨，剧组人手不足，两人临时被凑在一组。他们在雨中狼狈合作，从布景到演出，从对戏到打灯，全靠自己完成。那支短片虽然没火，但却点燃了他们对合作创作喜剧的热情。此后，他们开始频繁合作，每一个小剧本，每一次配音尝试，每一次情节反转，都在不断提升他们的默契与能力。他们的搞笑不是无脑，而是用心。有人觉得喜剧很简单，夸张点，滑稽点，扮个丑就能逗笑。但于龙与杨咩咩用无数次排练告诉大家，好的喜剧不是表面搞怪，而是精准控制每一秒节奏，每一处停顿，每一次眼神。比如一个3秒钟的误撞镜头，他们会练习几十次，从姿势、角度到对方的反应，全都拿捏得死死的。正因为这份用心，他们的短片不仅让人笑，更让人感动。他们深知，笑是人类情感最直接的表达，而真正的喜剧是把复杂的情绪浓缩成一瞬的哈哈。谁说乱发脏脸不能美？爆红那张照片其实来自于一支名为《生活的小崩溃》的主题短剧。剧情讲述的是普通人一天的糟心事，被老板骂，地铁被挤，牛奶洒裤子，最后两人坐在街边，满脸疲惫，突然相视一笑，这就是现实中最真实、最动人的时刻。我们想让大家看到，人生不总是光鲜亮丽，有时候乱糟糟的样子其实才最真实。杨咩咩在一条幕后花絮中说道，许多网友在评论区留言，原来可以不用伪装，不用完美，也能被喜欢。谢谢你们，笑着让我接受了那个真实的自己。爱情中的玩伴，事业上的搭档。在一档访谈节目中，主持人问于龙，杨咩咩对你来说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？他笑着回答，他能为了一个便宜冰淇淋开心一整天，也能因为袜子没配对哭鼻子。他是一个活在情绪里的孩子，但也是我愿意一生保护的小怪兽。而杨咩咩则在直播里回应，龙哥不只是男朋友，他是我最坚强的树。当我迷路、恐惧、不安的时候，他永远站在那里，等我靠过去。他们的爱情不是偶像剧般甜蜜，而是生活中的陪伴、包容与信任的积累，是彼此肩膀上的笑点制造机。网友笑到肚子疼也值得的情侣档。在快节奏、压力山大的现代生活中，我们总需要一种方式来排解心中的郁结，而于龙与杨咩咩的作品恰恰提供了这种精神按摩。他们的搞笑不是廉价的取悦，而是用最生活化的细节戳中观众内心最柔软的笑点。他们扮演的角色常常是倒霉蛋、社畜、糊涂情侣，仿佛是你我身边的朋友。正是这种真实感与亲切感，让人们在笑声中感到一种久违的共鸣。有网友留言说，看你们的视频就像小时候在沙发里看春晚一样，熟悉、安心、快乐。他们不仅仅是一对情侣，更像是一剂无副作用的心灵良药，在城市的钢铁森林中给予人们温暖与陪伴。这份力量才是他们真正动人的地方。失败也能成经典。是的，在他们手里可以。
在创作领域，失败常常被视为耻辱，但在于龙和杨咩咩的世界里，失败本身就是一种艺术。他们从不惧怕意外，反而学会了拥抱它。比如那场蛋糕脸的翻车拍摄，如果是其他人，或许会选择重拍甚至放弃，但他们选择顺势而为，赋予事物新的意义与幽默感。这种临场反应能力背后是他们对喜剧本质的深刻理解。喜剧的核心不是完美，而是意外中的真诚与人性的投射。他们让观众意识到，生活中的糟糕时刻或许正是我们最真实、最可爱的样子。于是我们也不再害怕出糗，不再追求无懈可击，而是学会自嘲、释怀，笑着继续前行。在他们的带动下，失败不再是负担，而是一种新的可能。被误解，被质疑，但他们从不低头。成名的光环背后，总伴随着偏见与指责。面对扮丑吸粉、低俗无趣的标签，于龙与杨咩咩从未公开争辩，而是默默坚持，用一条条更走心的短片，一次次打破刻板印象。他们知道，真正的认可不会来自喧嚣的掌声，而是时间与作品的检验。在外界的质疑声中，他们反而更坚定地走自己的路。他们将生活中的烦恼演绎成幽默，用笑声回应批评，用温度打动观众。这份坚韧不仅是一种专业精神，更是一种人格的力量。很多观众说，他们让我明白，不被理解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为了迎合别人而失去自己。他们用行动诠释，被误解时最有力量的回应，不是争论，而是坚持本心。他们的沉默是最响亮的呐喊。最感动的时刻，当全网为他们点赞。那场24小时公益直播，是他们生涯中最有意义的一次创作。他们没有精致妆容，没有剧组协助，只靠彼此的默契和不断创意，在镜头前坚持了整整1天。咽喉沙哑，眼神疲惫，但他们依旧用尽全力，让每一位观众感受到温暖与善意。当那条小学已收到图书的信息出现在屏幕上，他们流泪了，观众也跟着红了眼。这一刻，他们不再只是喜剧人，更是温暖他人的发光者。有人留言，从他们的笑声中，我看到了世界的另一种可能。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，他们用笑与爱诠释了什么是有价值的内容。这场直播不仅唤起了大众对公益的关注，也为我们示范了快乐可以是桥梁，连接的是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善意。从笑声中汲取力量，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。于龙和杨咩咩的故事是普通人逆风成长的真实写照。他们不是一出道就光芒万丈，而是一步步从泥泞中爬起，从笑声中汲取力量。他们让我们相信，你不需要完美的外表，不需要完美的背景，只要你敢笑、敢闹、敢坚持，总有一天你会成为别人眼中的光。感谢你的观看。如果你也被于龙和杨咩咩的故事打动，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，你最喜欢他们的哪一个瞬间？有没有某一刻，他们的笑容曾治愈过你？别忘了点赞这个视频，分享给朋友一起笑。还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了解他们的最新动态。你每一次的鼓励，都是他们坚持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继续用笑声温暖这个世界。